如果我告訴你，你腳下這顆看似永恆的地球，其實已經領到了它的死亡通知書，你會怎麼想？別覺得我在危言聳聽，地球終有一天會毀滅，這是宇宙的基本規律，沒有任何天體能逃過毀滅的命運，也包括我們的地球。可能你會說，地球都存在45.6億年了，經歷過無數次隕石撞擊都沒事兒，怎麼可能說毀滅就毀滅？對吧？但我要告訴你，那些撞擊頂多算地球漫長生命裡的小擦傷，真正的滅頂之災還在後面等着呢。先跟你說清楚，我們說的地球毀滅其實分兩種情況，一種是地球生態系統的毀滅，簡單說就是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全沒了，但地球本身還在，變成一顆毫無生機的死星。另一種更徹底，是地球本身被摧毀，連星球殘骸都可能不復存在。而今天我們就好好聊聊地球最有可能以哪幾種方式走向終極毀滅，每一種都讓人細思極恐。首先第一種，也是科学家们最公認最可能發生的一種，被太陽烤焦甚至吞噬。你肯定會疑惑，太陽不是我們的生命之母嗎？給我們光和熱，怎麼會變成毀滅地球的兇手？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萬事萬物都有兩面性，太陽能養我們，也能毀我們。根據目前最新的天文觀測數據，太陽現在正處於穩定的主序星階段，就像一個精力旺盛的中年人，每天穩定燃燒內部的氫元素，給地球提供能量。但再過大約50億年，太陽內部的氫元素就會徹底燒完，這時候它就會性情大變。你想想，燃料燒完了，太陽不會直接熄滅，反而會瘋狂膨脹，表面溫度下降，變成一顆紅巨星。根據 NASA 最新的模擬計算，太陽變成紅巨星後，直徑會擴大到現在的200至250倍，理論最大值約4.26億公里。到那時候，太陽的外層大氣會包裹住地球周邊，地球表面的溫度會瞬間飆升到幾千攝氏度，海洋會被瞬間蒸發，地殼會被融化，最後地球會被太陽的高溫徹底炙烤成一顆死寂的殘骸，甚至可能被太陽的引力拉扯吞噬。聽起來是不是特別恐怖？更讓人無奈的是，這種結局幾乎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避免，這就是太陽的宿命，也是地球的宿命之一。除了被太陽吞噬，還有一種更暴力的毀滅方式，被黑洞吞噬。提到黑洞，你肯定不陌生，它是宇宙中最恐怖的天體，引力大到連光都逃不出去，任何靠近它的天體都會被撕成碎片，連渣都不剩。可能你會覺得黑洞離我們很遠，跟地球沒關係，那你就太樂觀了。根據 ESA 2024年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，銀河系中可能存在上億個黑洞，這個數量是不是超出你的想象？而離我們最近的已確認恆星級黑洞是2022年天文學家發現的蓋亞 BH1， 距離地球大約1500光年，質量是太陽的10倍。1500光年聽起來確實很遠。現在來看，對地球很安全，但我們不能掉以輕心。黑洞的形成和恆星的演化密切相關，只要是質量超過太陽8倍的大質量恆星，晚年有可能演化成黑洞，其中質量在8至29倍太陽質量之間的，更可能形成中子星；質量超過29倍太陽質量的，大概率會演化成黑洞。而太陽附近就有不少大質量恆星，它們未来都有可能变成吞噬萬物的黑洞。更關鍵的是，銀河系裡還有很多流浪黑洞，它們不繞任何天體運行，在宇宙中到處漂泊。萬一哪天有一顆流浪黑洞闖入太陽系，地球可就慘了。比如2025年剛確認的 OB110.462， 它正以極高的速度在銀河系裡亂竄。如果哪天這種流浪黑洞闖進太陽系，它那恐怖的引力會直接把地球從軌道上拽出來，甚至像撕碎一張紙一樣把地球徹底撕裂。第三種可能就是被其他天體撞擊。我們都知道，地球之所以能穩定運行，全靠太陽的引力牽引，保持在固定的軌道上。但這種穩定性並不是永恆的，對吧？银河系裡有太多不確定因素，比如到處漂泊的流浪恆星、流浪行星，還有各種小行星、彗星。
一旦這些流浪天體闖入太陽系，一些會被太陽引力捕獲或擦肩而過，但是也有極少數大質量流浪天體，比如流浪恆星，可能會打破太陽系現有的引力平衡。到時候，地球可能脫離現在的運行軌道，變成一顆流浪行星，在宇宙中四處漂泊。而漂泊的過程中，很可能會和其他天體發生碰撞，從而走向毀滅。其實，在整個太陽系裡，除了太陽，對地球威脅最大的就是木星。木星的體積是地球的1300多倍，引力極其強大，被稱為太陽系的清道夫，很多小行星都會被它的引力捕獲。但萬一地球哪天偏離軌道，被木星的引力捕獲，後果也不堪設想，或許會成為木星的衛星，又或許以極高速度撞向木星核心，被它巨大的引力撕裂。還有就是小行星撞擊的威脅。你可能會說，木星會幫我們擋住小行星啊，但你別忘了，還是有一些小行星會挣脫木星的引力，朝着地球飛来。截至2024年12月，NASA 近地天體數據庫 NEO 的監測數據顯示，目前已發現近3.2萬個近地天體，其中有約2300個屬於潛在危險天體，直徑超過1公里。一旦撞上地球，雖然不會摧毀地球本身，但足以讓整個地球生態圈徹底崩塌，所有生物都會滅絕。這其實也是一種毀滅，對吧？其實比起地球本身的毀滅，讓地球上的生物滅絕要容易得多。除了剛才說的小行星撞擊，還有很多因素會導致生態毀滅，比如核彈互轟。你看現在的世界到處戰火紛飛，要是哪天一急眼來個核彈互轟，那可真的不敢想象。另外還有嚴重的溫室效應，這裡有人為的，也有非人為的。現在全球氣溫越來越高，冰川融化，海平面上升，如果一直這樣下去，再過幾百年，地球的溫度可能會上升到無法適應人類生存的程度，最後變成像金星那樣，表面溫度高達460攝氏度，連铅都能融化，根本沒有任何生命能存活。還有一个不得不說的，就是地球內核的冷卻。根據德國馬普學會地球物理研究所2024年的研究，地球內核的冷卻速度比之前預測的要快，大約每10億年溫度會下降100攝氏度。當地球內核逐漸冷卻，地球的磁場就會慢慢減弱，最後變得極其微弱，就像現在的火星，只有微弱的磁場殘留。而地球磁場是保護我們的保護傘，能擋住太陽風的侵襲。一旦磁場變得極其微弱，太陽風就會把地球的大氣層一點點剝離，最後地球會變成像火星那樣沒有完整大氣層，沒有液態水，成為一顆毫無生機的死星。不過這個過程會很漫長，可能需要上億年。我們這一代人肯定是趕不上了，但未來的人類就需要面對這個問題了。說到這裡，你又要焦慮了。既然地球終會毀滅，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還有意義嗎？其實不然，雖然地球的終極命運是毀滅，但那都是幾十億年後的事兒。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珍惜當下，保護好我們這顆唯一的藍色家園。畢竟，這是人類目前在宇宙中唯一的家，也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地方。而且，隨着人類科技的不斷發展，未來我們或許能找到移民其他星球的方法，比如火星、木衛2，甚至是太陽系外的宜居行星。說不定幾百萬年後，當地球變得不再宜居，人類已經能實現星際旅行，在銀河系中自由穿梭，地球只是我們的母星，而人類的足跡會遍布整個銀河系。好了，看完今天的內容，你覺得地球最終會以哪種方式走向毀滅？是被太陽烤焦吞噬，被黑洞撕裂，被其他天體撞擊毀滅，還是提前被我們人類自己先玩廢呢？評論區告訴我你的看法，我們一起討論。